Lunar New Year, no, it's Spring Festival. Lunar New Year 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名词，直接翻译是月历新年，但是这个翻译是不对的，因为 lunar 的意思是月亮的，而农历并不是单纯的以月相变化周期为参考标准的历法。实际上，农历属于阴阳历，它的参考标准包括了地球的公转周期和月相变化两种。由此可见，称农历新年为 Lunar New Year 并不准确，应该称之为 Chinese New Year 或者 Spring Festival。Spring Festival 是春节的标准英文翻译。东亚各国里，日本不过春节，而韩国和越南过春节。在风俗习惯上，韩国和越南的春节习俗跟中国年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先说说韩国，韩国据说从新罗时代韩国就开始过春节了。然而春节作为一个传统的节日，直到1985年它才以民俗日的名称再次出现。等到1999年，韩国才正式恢复了春节这个节日。再一个，韩国的春联、灯笼和压岁钱都是白色的，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离谱的，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习惯里面，只有家里死人了才会在门上贴白纸，也只有葬礼或者义庄才会出现白灯笼。义庄是香港以前存放大体的地方。顺便说一句，有一种东西叫花圈，在中国也是葬礼上出现的，而韩国是在生日上出现。而中国和越南的春节期间的主色调是红色和黄色，活泼而喜庆的颜色。再说说越南，越南的春节习俗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。首先，他们过节吃的是粽子而不是饺子。他们还有个习俗叫冲年，就是在初一凌晨后，看谁是第一个到自己家拜年的。据说这个人将影响自己家庭新的一年的运势，所以有些重视的家庭会先去问一下风水算命先生，看看什么属相的人今年到自己家冲年最吉利，再和其人提前约定。再就是越南的春节里没有元宵节和迎财神的习俗。在近代以前，中华周边许多民族与中央王朝有紧密联系，他们引进中国文字甚至语言，引进中国制度。当然，中华文明也向周边文明学习取经，这是一种互动关系。到了近代，由于西方势力进入，导致了东方的文明出现了变化。日本明治维新，直接用西历替换了原本大致与中国一致的旧历，这使得日本的新年等节日全部以西历计算。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，也将一年的元旦定为西历或者说公历的1月1日，之后又有一定变通，譬如将农历正月初一改成春节。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也经历过是否废除旧历新年的抉择。二战之后，韩国也长期没有恢复过农历年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以民俗日的名义有所恢复。越南虽然不似韩国那般长期废除旧历，但在20世纪中后期，其与世界的交流不多，没有进入国际视野，这也导致了国际社会有人长期用中国新年、中国农历新年等来称呼新春佳节。如果对越南和韩国的友人表达春节，可以翻译成 Vietnamese New Year 或者 Korean New Year， 如果怕麻烦也可以统称 Spring Festival。而 Lunar New Year 的叫法实际上并不合适，